那他就跟我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是就是听他这样讲，我就很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跟他分享，其实也不是只是说，好像是因为老师这样要求我就来。那我是觉得，因为其实从小到大哦，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教育体制底下，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教育体系想要教我们一些东西，然后可能太偏重于某些层面，然后却忘记了其实小孩子可能需要更多的指引这样子。那当然我不是说我能够就一堂课2个小时我就可以改变什么事情，那只是说我觉得至少可以从一个过来人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自己的心路历程是什么。那然后我觉得也许在你们这个年纪，对你们来讲，你们应该要关心的，或者是把你们的注意力放在什么样的事情上？也许不需要像我们就是已经30好几快40岁了，就说好像之前也走了一些冤枉路这样子，所以就想说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想就是说稍微介绍一下自己。那我就是我刚刚讲了，我们小时候就是在龙潭长大，在桃园龙潭，不知道大家知道龙潭吗？那然后就说我其实蛮会念书的啦，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我一向都是成绩算还不错的学生。那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的意思并不是好像要自吹自擂。那我其实比较想要强调的事情是说，成绩好，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底下，向来都是被鼓励的，被鼓励的一个成果、一个结果，或者说一个成就。那可是我是觉得，其实成绩好，并不能保证你的人生一定会顺利，或者说你的人生一定会快乐。那当然，成绩好不是坏事啦，永远都不是坏事。但是就是我觉得相对来讲，如果你希望你自己的人生，那我们讲人生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层面了，但是我们不可以无可讳言的，就是说，人生当中其实工作就是占很大的一部分的时间和你的资源和精力。那你的人生想要觉得自己是有成就的，或者说觉得自己是过得快乐的，那其实你光是很会念书，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就是其实你是做不到这件事情。你要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其实你是要更有意识的去发掘，到底什么东西是适合你，然后到底什么东西是你喜欢的。所以我是说，我稍微讲一下嘛。那反正我就是跟大家一样啦，国小毕业就念国中嘛，国中毕业就考联考，我那时候叫考联考啦。你们现在没有联考这个制度，但是基本上你们还是有很多的筛选机制。然后就上大学。那大学我大学要念什么？其实我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大学要念什么，因为我们的教育制度告诉我说，你成绩越好，你就念成绩越好，可以念的那些东西，你就去念。所以我的逻辑就是这样子。那我们那个年代，我想现在还是一样的，但我就讲说我们那个年代，因为就说这个科技产业是蓬勃发展，从台积电开始，然后后来慢慢转变成就是说可能 IC 设计产业，或者到现在可能到软体产业，这一向以来都是台湾可能最有发展前景的，我们就是讲说传统概念上发展前景。所以那时候就考得很好啊，那就说那你就去念电机系吧，那 OK， 那我就去念电机系。那可是念电机系嘛，就是我痛苦的开始这样子。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这不是你知道这不夸张啊。我那个时候刚毕业，刚从高中毕业的时候 ，OK， 我曾经联考考得很好，所以我就填了很好的志愿，我就去念电机系。可是说真的，我不知道电机系要念些什么东西，然后我也不知道电机系念完以后我去从事什么样的行业。那
这个就是你知道，你如果从一个一般人在做任何一个一般性的决策的那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其实你会觉得说这根本就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就是比方说不讲别的，我们就说我们平常买东西好了，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抉择，就是我要买什么东西。如果你要买一台智慧型手机，或者说你要买一台笔电，你会在你连就说这个东西到底你知道要花多少钱，要买到什么样的 spec， 然后就说这个符不符合你的需求都不了解的情形底下，你就做了这个决定了。我想大概也会有人这样子做，但是绝大部分的人一定不是这样子，你一定是做好这个你认为能够做到的最详细的一个研究。当然，这个研究可能不是什么了不起研究，就买东西来讲，可能就是说，你去看看别人怎么讲的啊，然后你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的规格是怎么样的，然后货比三家啊等等的，然后你才最后去做这个决定。可是就说我就是说穿了啦，我也许我是特例啦，但是我觉得可能至少在我们那个年代有很多跟我同样的学生啊，都是有这样类似的过程。你就是考试嘛，反正老师就是教你考试，你父母就教你考试，你就是把它考好，考得越好越好，然后你就进大学。那可是你就到那个时间点，你都从来没有想过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那所以我就开始念电机系，然后我就念得很痛苦，因为我对那些东西一点热忱都没有。然后可是你就是必须面对那个很沉重的课业。那我发展出来的策略就是去逃避。那逃避什么逃避？可能就开始去玩社团啊，就觉得说这些东西真的很苦闷，那我就每天泡社团。所以我花了4年的时间，就是可能跑了2、3个社团。那我的课业基本上我就是能混过去就混过去。那当然就说也不至于到说要当掉或怎么样啊，但是基本上那是一个应付的心态。那你就说你也没有说真的把东西学懂，然后你也没有真的在那个过程当中去了解说这些东西对你将来出社会以后你要从事的行业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意义，然后就这样过去了。那更糟的事情是，我到了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还是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就是我觉得。也可以说是怪我自己啊，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世代普遍的现象，就是因为我们从小没有被教导你要怎么去帮自己人生重要的决策去做那个决定，因为我们被教导的事情向来都是说，你不要管其他的事，你就是把你分内的工作做好就好。那分内工作是什么？那个所谓的分内工作是非常局限的一个概念。你基本上就是考卷出来，你通通都答对，这就叫做赞，很棒啊。除此之外，你答错了，你的成绩就比别人低一些，所以你就做得比别人不好。那这个是很荒谬的一个概念，尤其等到你出了社会以后，你就会了解。人的成就根本就跟这些分数是它的正相关程度是非常非常的低。他需要的可能是热忱，他需要的可能是创造力，他需要的是责任心，很多其他的特质。那可是我们被教导的事情就是说，你只要把这个评比的标准往上推到最高，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那所以我就在大概可能从18岁到20好几岁的那个过程当中，尝到就是这个苦。你没有这样子的训练，然后可能你的父母、你的师长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你的挫折，因为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成绩很好的学生，然后从来没有让人家操心过，然后你就是考上了很好的系所，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好像变得很迷惘，然后你的父母也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的状况，那所以就这样子一直下去。我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能做什么，我就先去当兵嘛。
然后当完兵，我就说我要考那个我要出国念书，念什么？还是念电机系？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就是这样子，一直到26岁的时候，我就是把所谓的电机系念完。可是念完的那个时间点，我基本上是不喜欢那个东西，我也不想要做这个事情，我只是有学历这样子，然后我也没有把那些事情做好。那所以，到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大概就是，有觉悟了，就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因为这样我的人生太痛苦了。我要一直去从事那些我也没有热忱，然后我也不喜欢，我也做不好的事情。如果说我毕业的时候，我跟其他的同学一样，我再继续去做，我们念电机系出来就是工程师嘛。广义来讲叫工程师，但工程师也分很多细项，但是就是工程师。那我觉得我的人生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平庸，然后又没有成就，然后我也不喜欢他的一个人生，这样就这样几十年下去。所以我那时候就做了一个决策，就是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要再继续这样下去了。那可是我要做什么呢？所以说真的就是其实那个也是一个机缘巧合。那所以我从现在往回看，我会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因为在那个时间点，我有接收到一些除了我传统来讲可以做的那些事情以外的资讯。那个资讯真的不是我有意识的去寻找，我顶多就是说。我想要一些别的东西，然后我出去看看有什么是可以给我的。那个时候我很幸运，就是我就说我可能面试不少工作嘛。那时候我在国外，那时候美国的那个我是出国念书了。那我那时候美国的那个就业市场也不好，所以我大概没有什么机会留在美国，尤其我的成绩也不是很好。那我就回台湾嘛。那台湾那个时候也是有不少的科技公司，那当然一定是有开很多工程师的职缺。我那时候也是到处去面试，那就在那个过程当中，那时候也是用104嘛，就开履历，就有一个专利事务所的负责人，大家看到我的履历，他就非常的热忱，他就说，就直接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我人还在美国，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你要不要来试试看做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背景，但是其实。可能在那个年代还不是有很多的人了解说，其实工程背景的人你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选择。然后他非常热心，就说，跟我解释说专利工程师在做些什么事情，然后花了可能1个多小时的时间去解释，然后去邀约，然后希望我能够去跟他一起合作这样子。那我其实后来回到台湾，也有不少，就说一般工程师的职缺开出来是。我可以去的，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我就 OK 好，我就跟那个许所长，就是许先生，我们叫他许先生，因为很尊称嘛，我觉得他是我的再造恩人，大家都叫他许。我说好，那我就去你的事务所做，那我就是从头开始学习另外一套东西。那我很高兴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那只是说。我很高兴我做这样做的一个决定，但是我回顾来看我是觉得说那个决策的过程还是不尽理想，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说，好像买一台手机的时候，我做了很多的研究，去了解到底我的选项是什么，之后我才做了一个我们叫well informed decision， 就是。你是在了解你做的决定是什么样子的情形底下，你去做那个决定。那我那个时候单纯真的只是说，我不想要再继续做我原来在做的事情了，所以我就去做一个别的事情。那所以我会说我很幸运，因为我后来发现说，这个事情真的是比较适合我做的。那所以我就在专利事务所工作嘛。那就说我等一下会稍微，我等一下。就是介绍完我自己以后，我大概会稍微讲一下，就是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或者我以前曾经从事过的工作。那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讨论说，
就说所谓的专利工程师在做什么，因为这个我想也是这个课程蛮重要的一个目的，让大家能够多一点机会可以了解到说各行各业大概在实际上在职场上面从事的工作内涵是些什么东西。那我现在先不提。那所以我就在事务所做，大概做了1年半。那因为大概就是学生也觉得很赏识我，但是也那个时候就提拔我做一个小主管。然后我大概做1年半，其实不算很长的时间。但是我那时候在专利事务所工作的时候，我跟我的客户端会有不少的互动。那其中一个就是一家IC设计公司叫瑞昱。那我那个时候刚好在瑞昱有另外一个同学，我的大学同学也在那边做专利工程师，就是我们这是做区分啊，一个是在那个专利事务所的工程师，另外一个就是在 in-house， 所以 in-house 就是说公司内的工程师。那他就跟我分享很多说，我们在公司里头啊，我们做的专利业务大概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有很多是在事务所没有办法接触到的工作内容。那我那时候就哇，这个很有趣耶，我就不想要继续在那个事务所待着了。我觉得那叫什么井底之蛙，龙困浅滩这样子。我想要去一个更大的舞台，然后可以让我接触到更多业务、不同业种的环境。然后我那时候虽然只做1年半，我就跟学生讲说，对不起，我想要做更多事情，所以我想要去那个新的环境，所以我就后来就到那个瑞昱去做那个专利工程师。那然后在瑞昱做专利业务，我就是做了大概也是1-2年，然后我就发现说，那我在那个 in-house 里头因为我们讲专利业务，基本上它其实是公司法务的底下的一个分支的业务，那所以同时就是你可能也会跟公司里面的法务人员有一些互动、接触、合作，然后我就会开始觉得说，所以其实我做专利虽然我跟我当初想的的确是符合的，就是说我同学跟我讲说，在公司里面做专利业务跟在事务所做专利业务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东西。可是我发现还不够，对吧？就是还是有什么东西是别人在做，我没有办法做的就是可能我们公司法务的其他的层面的工作。那我就开始觉得说，这个我需要再进修，这样子我才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所以我后来就在瑞昱工作的同时我就去考那个交大科法所的在职专班。因为交大就是在科学园区旁边，新竹科学旁边，所以就是就近，所以我就又考上了，然后我就开始念。那个就是也是蛮辛苦的一个过程啦，就是因为你同时在上班，你还是希望能够赚钱，然后可以支撑自己的生活，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但可是同时又要兼顾到学业。因为在专班上课大概都是绝大部分都是晚上跟周末，然后所以你下班以后就是再跑去学校，然后又开始上课，然后上课又有作业又有考试，然后公司也有公司的很多时程压力、工作压力，那其实那是一个蛮辛苦的过程。可是我就是要说这个就是差别所在。当你觉得你想要一件事情的时候，所有辛苦的事情都不是辛苦，因为你觉得你在做一件事，你自己下定决心你要去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跟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个思考逻辑。我在大学就是什么事情都是逃避的心态，说要上课那我不想上课，那我就去社团混一混，然后所以就翘课，然后有作业可能同学写好了我就抄一抄，然后迟到早退等等。那我的心态完全就是说我把这个事情混过去就好，反正人家对我的要求也不过就是如此，我就是把文凭拿到就好。相较于我后来自己做了一个决定，
定，然后发觉说这个才是适合我的，这个才是我喜欢的，这个才是我做得好的，我就会变得非常的积极主动，就说我会自己想要把事情做好，然后我会看到我不足的地方，我会想要去追求更多让我自己可以提升的方法，然后即使那个过程它是必须要花费时间资源跟你的精力，我其实也是甘之如饴。就说念书那个时候念书，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就是真的是很累。就是说每次大家上课的时候，就是尤其在职专班的同学，就是大家都自我调侃，就说到底干嘛这么累啊？我上班上得好好的，我赚钱赚得好好的，我为什么一定要非得要来这边？就说我一直上课，然后回家还要写作业，还要写论文，还要考试。可是我想大家的心情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因为我就是想做这件事情，我希望能够懂更多的事情。那我希望能够懂更多的事情以后，我可以把我新增的这些技能，再用在我的工作上面。所以先岔题一下，就说我是说，这个真的就是差别的所在。所以现在大家还坐在这边都还是大学生，或者也许有些是研究生，那你们都还很年轻，所以越早开始去思考这些问题，你们那个走冤枉路的那个机会就越小。那当然走冤枉路也不见得是坏事啦，但是我觉得就是那种懵懵懂懂的去走一遭，然后你也不知道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得到什么，失去什么，跟你有很努力的去思考说你到底想要什么，然后你做下去，那即使那个做下去的结果可能还是不如你的预期，但是那个过程是不会浪费掉，因为你不是在浪费时间，你是在那个当下面对你所做的决定，然后你很努力的去实现它。那那些东西都会变成滋润你的养分，然后可能就会在你人生接下来的什么时候，你也不知道的那个时候，就跑出来，对你造成一些注意这样子。那所以我就说，我就念在职专班嘛，那这个一念就念了4年的时间，也是蛮久的，反正写了一个论文这样子。然后在那个同时，我在瑞玉，我就跟公司讲说，我既然现在念书了，我那时候也是念了可能2、3年的时候，我想要转做法务，因为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更大的舞台，或者可以说是那个是一个。是一些新的挑战，我以前没有做过，我想去做它。那也很感谢那时候瑞玉的，就是说长官们，就是说很支持，让我去转这个工作。那这个过程其实也并不是很容易，因为毕竟在职场上头大家对于一个人才可以怎么使用，它其实都是有一些刻板印象。比方说我是电机系毕业的，大家就会觉得说那你就是处理技术相关的东西就好，你就不会去想说，那你还要去做法律或怎么样？即使我当时是在进修一些，就是说跟法律相关的知识的，那可是就是说那时候也是很感谢了，所以我后来就是转做法务，然后我就那时候毕业的时候，我就又跳到另外一家，同样也是 IC 设计公司，是那个晨星半导体，是在竹北。然后我转过去以后，我就变成是真的是做法务的工作，所以等于是说，我本来在学校的时候我是念工程，然后我出社会一开始工作我是做专利相关的业务，然后等到我就是可能法律的工作做了应该说书了，就是念书的那个科法所念的大概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又再做了一次转换，我就去开始做法务的工作，然后我就在晨星半导体做法务，大概做了4年多到现在。那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又开始觉得说，同样是法务的工作，那我可能在晨星半导体主要做的业务是跟授权相关的法律业务，那我觉得跟公司法相关的东西，我可能没有背景，然后他们有些业务的范围，也没有人期待我去做，
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说，我又有不足了，所以我又想要去念书，所以我今年就是申请到纽约去念书这样子，大概念1年，所以我大概7月中的时候会出发，然后我的小孩跟我老婆都过去这样子。那所以，当然那个念完，我大概有计划就是考美国律师，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的经历。那我是说，我希望大家在看这个过程的时候不是只是看到说，好像很多学历要干嘛，那我觉得那个真的都不是重点。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要去面对的选择。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你有没有那个意识说，这个选择对我来讲是重要的。那我觉得，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区分就是说，是对你来讲重要的，不是对你的老师，也不是对你的父母，也不是对你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去交代什么事情。这件事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影响你的人生，要变成什么样子，你要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你会去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它才重要。那我觉得我自己的教训，或者说大家观察我的这个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人生的取向可以得到的一些启发我觉得比较多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每个人的资质都不同，然后每个人擅长的事情都不同。那比较重要的事情是说，我记得那个在我们同学会的时候，吴文老师有跟我讲一个事情，我非常非常的受用，就是说，他说老师这个工作到底在做什么？他觉得每一个人他生下来就有一个天赋，就有一个他应该要去做的事情，他可以做得好，然后他会做得快乐。那老师的责任就是要帮助学生找到这个天赋。那我现在要说的事情是说，不光是老师的责任。但是老师对啊，因为老师是作为一个职业，他当然有这个责任。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你们自己有这个责任，要去找到自己的天赋，然后要去找到最适合你自己做的事情。那当你开始去意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所有事情都会变得比以前要容易很多，因为你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你以前，比方说你啦，也许大家其实本来就在想这个。我讲我自己，我以前就是在想的事情都是说，反正外面加诸于我的就是这些条件、这些限制跟这些要求，我就是努力去达到这些条件跟限制跟要求。然后当我做得很好了以后，我才开始发现说，然后呢，就是我就算做到这个事情，那又怎么样？然后我才开始重新去思考说，那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是什么？我到底可以变成什么？那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工作应该要是在可能人生的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去做。那我想这个大家现在做不会太晚，就是可以从这个至少比如说我个人或者这个课程当中其他一些先进的分享，可以得到一些至少一些启发，还有老师的一些教导。好啊，那大概是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就讲自己一直讲，还没什么意思。请说。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家人怎么看，这个其实不容易我想一定是这样子，就是像我就可以回到上面，就讲几个转换点的时候可能会碰到的一些质疑或者阻碍。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时间点就是那个。我本来是念工程，那大家就会觉得说，我讲大家可能包含说亲戚朋友然后父母等等，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念到这样子的东西了，那
你不是应该就要去做那个科技新贵吗？对不对？这就很典型的嘛。大家会觉得说，你就是做工程师，可能研发或者是不管怎么样制造或者是生管产品都好，那个才是。